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老白，最近过得怎么样？欢迎你来到 DIY 君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主要聊你必须知道的8种螺丝。那在开始之前，我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。我最近收到了非常多的留言和问题，还有鼓励，非常感谢你。那由于留言过多呢，我现在回答问题不是特别及时，请朋友们多多担待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。第一个螺丝就是在北美最常见的木头螺丝 wood screw。那这种螺丝的特点呢，是它的螺纹比较粗糙，便于抓住木头。那螺纹和螺纹之间的间距比较宽。那另外一点呢，就是它的靠近螺丝帽的部分的一段螺丝杆是光滑的。那这种设计啊，也就是在螺丝拧木头的时候，便于把木头给收紧。那你想想，如果说这个螺纹把木头已经卡住的话，它就没办法收紧了。但是呢，由于它是没有螺纹的，上面这段很容易就把木头夹紧。那它另外一点呢，就是它的螺丝帽是像漏斗一样的，上边的面积特别大，逐渐收窄。这样的话呢，也是为了多收紧木头，相当于一个小的 washer 一样扣在上面。这种螺丝你最常用到的就是平头螺丝，因为它就可以完全收到木头里边，不突出。那种银色的镀锌的螺丝呢，一般用于木头上，比如说你要做木头的家具，实木和实木相连。但是在做房子的时候呢，比如做框架，或者是你要是把 plywood 这种胶合板钉在地面上的话，你需要用到是这种螺丝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说第二种螺丝。在说这个螺丝之前呢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看过会流泪的栅栏？请看这个图片。这种会流泪的栅栏就是因为用错了螺丝。在户外项目的螺丝需要一种特殊的镀层，它不但能够抵御水，而且还能抵御防腐木里边的药水。所以说，如果你要是用普通的这种镀锌的螺丝的话，那它的后果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说你在选螺丝的时候， deck 和 fence 用的螺丝都是一样的。最便宜的方式就是这种加镀层的，当然你也可以使用不锈钢等一些名贵品种，不过呢非常的贵。一般是2个颜色，一种颜色呢是偏棕色偏黄色，另外一种颜色是偏绿色。这也是要匹配你的木头，因为有的防腐木是绿色的，有的防腐木是棕色的，不同的药水。即使不匹配也没什么关系，因为螺丝很小，基本就进到木头里边了，对你最终的成果影响不大。有可能你还不知道 DIY 君频道的主要内容是房子的装修、维护还有工具。如果你喜欢这些方面的内容呢，请考虑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每周更新2次。那么另外呢，老白也有一个副频道是加拿大的生活，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请点屏幕上的链接。第3种螺丝呢，就是 drywall screw， 也就是石膏板专用的螺丝。这种螺丝硬度非常强，但是呢比较脆，不过呢它非常便宜，特别适合 drywall 这种大面积的安装。这种螺丝有2种，一种是 coarse， 一种是 fine， 也就 coarse threaded fine thread。 那这2种螺丝的区别就是 coarse 也就是粗糙的，是用在木质的框架。那么如果里边是铁的框架的话呢，你就用 fine threaded。 那这2种螺丝的价格都差不多，长相也都一样，这2个螺丝不可以互换的。互换之后的结果就是，如果你用钻木头的螺丝来钻铁，很难钻进去；如果你用钻铁的螺丝钻木头，钻是可以钻得去，但是强度又不够。接下来说第4种。这第4种螺丝呢，就是在你做瓷砖的时候，在瓷砖的后面要做一层水泥板或者其他的板。那这种水泥板呢，就要用专门的螺丝，叫做 decker board screw。那这种螺丝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防止水泥的腐蚀，因为水泥里边是有很强的碱性，它呢能够腐蚀金属。那它有一层特殊的镀膜，就可以避免这个腐蚀。如果你要是用普通的螺丝的话，年头长了，很有可能，那你这个板子就松了，就螺丝就逐渐变细了，就被腐蚀掉了。在你做沙瓦墙的时候呢，记得要买这种螺丝。接下来我们说第5种螺丝。这种螺丝呢，它的主要作用呢，就是把木头
固定在水泥里边。比如说你要做地下室的装修的话，因为地下室是水泥的，那做地下室的框架的时候，框架的最下边贴近水泥的这层木板不能用普通的木板，你要使用防腐木，而且在防腐木和水泥之间要有一层塑料布，这样呢主要目的是防止水泥反潮把这个木头腐蚀了。那怎么固定这个木头和水泥之间呢？最好的方式就是用这种螺丝。那你要安装这种螺丝的时候，首先要用 hammer drill， 不是咱们买的那种小的电钻，是长一些的专门打洞的这种 hammer drill， 拿它钻一个眼儿，然后呢把它拧进去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木头牢牢的固定在水泥里边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用，别忘了点赞，我也希望你把我的视频分享给你的朋友和家人。接下来我们说第6种螺丝。在之前呢，我做了一个视频是比较螺丝和钉子。那螺丝的缺点呢，就是这个螺丝它抗拉但是不抗剪，但是钉子呢正好相反。所以说在很多需要力量需要抗剪力的时候都用钉子。但是呢，现在的产品这么发达，螺丝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，就是这种 structural screw， 它既有螺丝的便利性，又有钉子的强度，因此你在做一些剪力做框架的时候，或者做 deck 里边的 hanger 都要用到这种螺丝。其实它有钉子，但是钉子的操作方法大家现在逐渐已经退化了，好多人都抡不准锤子，而且呢抡锤子的时候呢钉子也容易砸飞，所以说螺丝更好控一些，有个电钻就可以了。因此这种 structural screw 很受欢迎。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第7种螺丝。这种螺丝呢很奇怪，上边有个钻头，然后呢就是螺纹，很细的螺纹一直到顶。那这种螺丝呢叫 sheet metal screw， 那前面呢就像那个钻头把铁皮破开，然后一旦破开了之后呢，就用它的螺纹把两个要紧固的铁片收住。所以说你在买螺丝的时候，如果你不是做薄铁皮的话，不要买这种前面带这种钻头的，它不是做木头活的。第8种就叫 leg screw。 我建议每个人在看完我的视频之后，检查一下你家的 deck， 尤其是那种很高的 deck， 从2层楼出来的那种 deck， 在你的 deck 的底下的框架里边，靠近你家房子外墙的那个板子叫 ledger board， 你看看那个 ledger board 上边有没有这种 leg screw。 在我维修的 fence 或者 deck 中，我发现有 70% 的 deck 没有这种 leg screw。那前不久啊，在卡尔家里发生了一个新闻，也就是一个新买了不久房子的一对年轻夫妇，那在自己家 deck 上乘凉的时候，2层 deck 突然掉了下来，幸好没有人员伤亡，但是呢，原因就是在于他在连接这个 deck 和你的房子之间的时候，用的是普通的螺丝，这种细细的小螺丝，这是完全错误的做法，一定要这种 leg screw。而且它的大小，它的长短是取决于你的 deck 的大小。如果你的 deck 上没有 leg screw 的话，我强烈建议你自己做，或者是你请人做，一定要把这个 leg screw 给加上。如果你想看更多类似的内容，请点屏幕上的链接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